欢迎收看章鱼的玩具，这次我们又回到了小号手变形金刚的产品线，来拼装把玩一下在外传大黄蜂电影里短暂露脸了一会儿的红蜘蛛。虽然这次小号手的红蜘蛛是之前闪电的小改模的版本，但我之前并没有拼装过闪电所以对我来说反而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打开外盒，内部的内容物可以说是比较简练，板件并不多，但也可以看出各种细节的分色。小号手用预涂装的这个工艺展现的是一直很不错的。这里是一个经典的头部安插在底座板件上的设计这次的安装我决定比之前的偷懒再进一步升级，直接在板件上进行渗线处理，然后在板件上直接喷消光保护漆，接着才开始拼装这就是完成的效果了。这样我只要在拼好以后，简单的用马克笔的银漆再进行一些轻微的干扫，这样就做好了。很快简化了步骤，一会儿就完成了。和之前大黄蜂外传里的角色相比呢，这款红蜘蛛的体型轮廓是最大的，也能通过对比发现确实很像之前的闪电，电影设定就是如此做完红蜘蛛会多出一些闪电特有的零件，而大部分板件就是沿用了闪电的，整体的丰富度很足的同时呢，面部稍微有点拉胯，这个眼睛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拉到全身这次的红蜘蛛无论是制作过程还是最终的完成效果，我都是很满意的。就在如此少的分件下，再经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拼装过程，成品却又很写实，细节度又很耐看，还是不错的。并且制作的时候会发现关节部位的零件都是软胶的，这让翅膀亦或是其他部位的扭动呢，就不是硬碰硬了，手感还不错。但也有不少缺点比如头部结构比较简单，把玩的时候脖子就会有所穿帮，把头按回去增加观感呢，又会削弱可动。肩部的设计很有趣拉开以后手臂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上抬了。小臂和大臂都有平转关节，但手肘只有90度可动，并且手腕也只是一个单纯的插拔，无法扭动。胯部的可动方方面面都能基本做到，还是可以的，但膝盖的可动范围就略低了，只是勉强够用。脚踝部分也是一个很简单的类似脖子的球形关节，可以实现可动，但观感和效果都是勉强的。本体之外其余的配件倒也不多。巨型的手炮是通过插拔替换的方式来进行换装的，有了这个导弹加机炮的混合武装，立刻造型就生动起来了。如果可动更高一点就好了，但也没办法，小号手在这个价位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手部尖刺也是插拔替换的，剧情里倒是闪电对大黄蜂用过这一招，也是如果可动更高一点这个动作可能会更生动。背部这里有一个遮羞的小机翼，拔掉就可以安插上支架的卡榫了，能让红蜘蛛做出一个悬浮于空中的姿态。OK， 这样反派就集结了，人物多起来以后感觉很热闹声波和红蜘蛛这两款的表现我觉得都很优秀，我很喜欢。但同时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头雕做的微妙的不好看希望之后的大哥擎天柱的出品能避免这个问题。